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上这4条纹，长得越乱，命运越惨，尤其是第1条。1. 事业线紊乱，命运坎坷。事业线顾名思义，代表着一个人的事业运。如果一个人的事业线被很多杂乱的小纹路所扰乱的话，代表着事业运坎坷不顺。这类人一般想法很多，但每个想法都很难落地，所以总是摇摆不定，做什么事情都很难长久，最终事业方面肯定是一团糟。对于男性来说，如果事业不好，那其他方面肯定也很难好，毕竟事业才是其他生活的基础。若是女人如此的话，如果婚姻线长得较好的话，还能补救一下。2. 感情线紊乱，招财进宝。如果一个人的感情线分叉较多，被各种杂乱的细纹打乱的话，这类人大多感情不是特别的顺心，年轻时容易有多段感情，但大多无果，一般结婚较晚，但是也不用太过担忧。虽然婚姻方面不是特别理想，但是还到不了命运坎坷的地步，凡事都有利弊。这类人的事业运往往会比较好，挣钱能力毋庸置疑，而且大多身体也比较健康，容易长寿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反而比较的好命。3. 生命线紊乱，走向极端。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长得紊乱不堪的话，这类人的命运大多属于悲喜交加的类型。这种人一般性情非常的不稳定，属于比较矛盾的一类人，有时候较为狂躁，有时候也特别的安静，遇到事情容易想不开，喜欢钻牛角尖，考虑问题和做事时就容易陷入极端，做出一些超出常人想象的动作和行为。一般来说，这种人的命运大多也属于极好和极差两种，要么幸福到爆炸，要么痛苦到崩溃。4. 智慧线紊乱，思想混乱。智慧线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思想、学习等等，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家运。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长得非常混乱，有许多细小分支的话，一般这类人的思想比较的活跃，也可以说比较复杂，考虑问题有种天马行空的感觉，你永远也猜不透他们脑子里下一步想的是什么。而且不喜欢受到约束和制约，做事时有点不合群，也没有太强的集体观念，所以大多人缘不是非常好，容易影响到自身的事业发展，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，也没有太多的耐心去对待另一半和子女，对家运不利。第2，案例分析。男人手向此处被刺破，中年必有婚变，妻离子散，晚年孤苦命。第1个，手掌红润有光泽，只是有点虎吞龙的格局，有点喧宾夺主，出身家庭环境一般。小指外撇，和子女缘分不深，从生命线尾端杂纹也看出，晚年易为子女操劳。从纹路看，生命线偏弱，根基不稳，初期的锁链也说明祖业难靠，父母助力不多。生命线脑线分离处也加倒纹，说明脱离原生家庭独立的阶段，吃过不少苦。生命线中年阶段见多条小的上升线，中年进入婚后似乎颇为挣扎，有上进心，但是上升线偏短未成型，自己看似努力，但是效果不明显，亦辛苦求财。感情线在3大主线中最为深刻，重情感性之人，感情中很投入，从影响线和事业线接触，看出姻缘来的比较早，影响线和财运线伴随而来，婚姻有物质基础，婚后财运见长。中年阶段事业线断开，事业中年遇瓶颈，好在月秋来了一条帮扶纹，度过中年危机。脑线来看，35岁之后越发清晰干净，经历了生活的磨练，
心态变得更加沉稳平静。M 字纹来看，也是典型先苦后甜的命局。第二个，男主这对佛耳区确实很显眼，耳垂大而朝口，福运深厚。只是耳轮太强，耳廓不显，比较循规蹈矩，个人魅力的气场有些不足，很低调实在的人，比较适合做 IT 等技术类的工作。额高饱满，聪明，逻辑思维能力强，早年学业不错。中年发福的状态，有些肉多于骨，脑力工作者普遍的面相特点，这其实是不利事业和健康的。脑力和体力要平衡，人生路才能走得稳。眼皮浮肿，近期杂念多，心绪不宁，少熬夜也损耗福报。眉脓不散，职场遇贵人赏识。但是田宅宫过于浮肿带疤痕，靠山有但不稳，终究需要靠自己。山根偏弱，此处也是极恶宫，注意三高和职业病的侵扰。体质不好，再好的运势也无福消受，注意调整。鼻高隆，鼻头肉，财运很旺，自己独立创业，可有实现财务自由的机会。唇厚稍歪，不善言辞，易犯口舌是非。下巴见兜，晚年无忧。第三个，掌面偏硬，纹路深刻，偏筋骨质，做事坚韧有毅力，但长强指弱，虎吞龙的格局，容易喧宾夺主，主次不分，做事易抓细节，忽略大局。家长纹偏乱，心绪不宁，烦心事多。生命线初期见希望纹，人是聪明人，脑线弯长也看出这点。20至25岁见很多上升线，上进心很强，分外努力，似乎效果并不理想。上升线出也伴随着横纹干扰，30岁之前是人生经历坎坷成长的阶段。事业线很深刻，事业心强，做事主动积极。财运线也有，加上脑线弯长深刻，聪明又能力，只是纹路稍欠弧度偏深刻。有能力强的人通病，就是个性偏耿直，缺乏灵活和应变，加太阳线不明显，人缘也一般，靠自己单打独斗，事业格局受限。筋骨质人适合小打小闹，不适合做大事业。感情线前期羽毛，桃花旺，从影响线多条也可看出，有条和影响线和事业线接触到了，这代表婚姻，接触后立马延伸出财运线，说明婚后财运变旺。不过中年稳定后见2条影响刺破事业线，代表婚后烂桃花干扰。感情线中期的长岛纹也可看出这点，注意防范。第四个，眉眼来看，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场。一字眉的女人，做事雷厉风行，快刀斩乱麻，效率非常高。加上圆大的眼睛，更是性格急躁，行事仓促，欲速不达。眼睛下3白，做事目的性很强，也易露锋芒犯小人，甚至有些时候会不择手段，为达目的不计后果。额头发际线有些杂乱，早年难得长辈助力，但额头高广，人是聪明人，领悟能力强，眉骨强，颧骨强，气场很足，做事自信果决，利于职场。但是夫妻宫凹陷，不利姻缘，眼露白睫毛翘，异性桃花旺，烂桃花干扰婚姻。颧骨高的女人，权力欲望足，事业心很强，鼻长不见孔，城府很深，很精明，典型的职场女强人。不感情中安全感很差，在婚姻中偏强势。唇见棱角，伶牙俐齿，得理不饶人，奴仆宫削薄，和下属晚辈子女缘分不深。下巴尖尖，晚年易为一孤苦。第五个，手如竹笋，指头尖尖，能享清闲，只是手指后巧，行事取巧，少了些筋骨质人的坚韧。典型的肉多于骨的手相，营养质，行事取巧少毅力，但是福运不错。
从这饱满的掌丘也可看出，尤其是食指巽宫财位饱满，正财旺，本职稳定少起伏。从这笔直的事业线也看出，脑线尤其的弯曲有弧度，深刻少杂纹，聪明大方，为人圆融通达，慷慨不计较，人缘很好。太阳线也双条并行，贵人亦围绕在身边，只是小指外撇，和子女缘分不深，加上生命线尾端杂乱，晚年亦为子女操劳。感情线见深浅不一，杂纹干扰，情路不顺，姻缘好事多磨。不过尾端见凤尾纹，婚后有旺夫前至。第6个，妆容很精致，注重外表的人，自信阳光，运势也会更好。女主三庭比例均衡，人生运势稍起伏。额宽额侧一马弓饱满，出行交好运，遇贵人。眉浓不散，做事有始有终，只是眉头稍带剑，亲了印堂，个性稍显急躁，做事有些放不开手脚。田宅宫见凹印，根基不牢，靠山不稳。眼缘睫毛翘，异性桃花旺，姻缘方面有些好事多磨。眉骨高，做事很有信心，事业心也强。鼻长而高隆，面广鼻长计量非常，说的是有些精明会算计，有时候会纠结小利忘了大局，加上印堂稍窄，事业格局受限。不过鼻头肉鼻溢满，财运旺，夫运强，有旺夫前至。唇薄而翘，能说会道，言多必失，易犯口舌是非。奴仆宫弱，人中浅和子女缘分浅，下巴尖，光芒易掩盖子女。好了，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，为什么说掌中四指流，财富不用求。掌中四指指的什么？首先，在我们的手掌上，有的有3条掌纹，有的有4条掌纹。掌中四直流是指手掌中有4条直的纹路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掌纹，那么恭喜你，在未来你的无论是财气还是福气都不会少。掌纹其实就是属于人们所说的看手相。在古代，看手相其实是一门学问，而对这门学问的相关研究，早在古代就有了。据史料记载，周朝就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手相著作。在大约3000多年前，这些手相著作一路传承与发展，到了现代，手相学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顶峰。古人将这种掌中有4条清晰纹路的纹，称之为是四直纹。这4条线分别被称之为智慧、玉柱、易学和小贵。1. 玉柱纹。古代人认为，人的命运就像用玉雕刻的柱子一样，其玉上面的纹路是捉摸不定的、随缘的。而且玉柱纹还被称为生命线，代表着这个人的社会生活状态，它的起点因人而异，而且此纹路看起来非常浅。2. 易学问。易学纹又称之为预感线。古人认为，有这样的一条纹路的人，有较强的研究耐心，而且事业上都能获得贵人的帮助。拥有此种手纹的人性格开朗、慷慨大方，人缘比较好。3. 智慧纹。从手相学上讲，它起于坎宫，止于坤宫。坎宫的起点实际上也不是固定的，因人而异。古人认为，智慧线能够体现一个人的运气，智慧线越长越深越好，越短则越能代表此人运气差。4. 小贵纹。在手掌中的食指或者中指下方有一条小竖线，有这条手纹的人财运旺盛，适合经商，也适合做官。当然凡事无绝对，有的人小贵纹，纹路尚浅，也不一定有富贵之命啊。当然了，四指纹的说法一定准吗？其实这句话说的其实比较片面。这句话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传说，是因为它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手段去论证，
而且从手相学中所描述的内容也不是肯定。民间这种类似的说法有很多，其根本原因就是老祖宗对天命论的默认，同时又对美好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期盼。其实无论是4条纹还是3条纹，只要机会出现在我们面前，一定要往前冲，不要相信所谓的命中注定。即便是命中注定，我们未来的生活还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第二，案例分析，十分罕见的旺夫面相，嫁入豪门不在话下，晚年能享子孙福。第一个，长面偏硬，纹路深重，典型的筋骨质人，做事有毅力有韧劲，好胜心强。但是有些事必躬亲添劳碌。不过指节间见米糠树纹，凭借自身努力，小康不愁，衣食无忧。脑线和生命线年贴长，本性偏保守谨慎。生命线在40岁之前，横纹干扰多，人生阻碍多，特别是感情线出现一个大倒纹，人生第一道关是情关。从影响线刺破事业线来看，情关来早，25岁左右犯情伤，之后感情线干净清晰，感情顺畅。中年的2道横纹是事业关，事业线也见2道横纹，第2道关是事业关，35岁左右，职场受阻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事业遇瓶颈。好在太阳线清晰，有望贵人帮扶，渡过难关。生命线尾端分叉，加上小指外撇，晚年易为子女忙碌。第二个，有酒窝的女孩爱笑，笑口常开，好运自然来。这类人心态积极阳光，很有感染力，只是额稍窄，早运一般，难享祖荫庇护。五官很精致，但是也不见削薄，是难得的贵相。眉浓不散，眼虽凹但神聚不散，眉眼的配，洞察力强，做事有始有终，能深思善谋，加上这高隆的鼻梁，内心有主见和想法，只是眼稍凹陷，田宅不起，青年时期会吃些苦头。颧骨饱满，鼻厚重，鼻权的配，中年行好运，富运足，财运旺，人生起点不高，但是中年运势节节攀升。鼻翼宽厚有收之人，大气慷慨，也不失原则，进退有度。唇红齿白，婚后生活和谐美满。下巴兜而长，晚年更是财库丰隆。第三个，纹路格局开阔，形成川长，川长人格局开阔，独立能力强，做事放得开手脚。加上事业线，有形成一马平川之势，是利于事业的一款手相。十指巽宫财位饱满，正财旺，只是细看纹路，有些差强人意。事业线断断续续，虽然一马平川的格局，但是想要取得成就，要吃一番苦头。手相还是弱在了感情，感情线前期倒纹，后期锁链，情路不顺，偏缘干扰多，尤其是影响线刺破事业线，代表犯情伤。结合感情线的倒纹，说明25岁左右有过一段伤心的感情经历。事业线中期见倒纹，35岁左右，生儿育女之后，职场受阻，高不成低不就，职场受排挤。加上川长人大开大合的直率个性，职场易犯小人。第四个，这对小酒窝很有亲和力，唇寒唇角扬，活泼开朗，心态积极阳光，运势也不差。唇红齿白，口福好，体质佳，一家贵夫享富贵。只是额稍窄，早运一般，面相越往后越富贵，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。早年艰辛，锻炼出自己独立和勤勉。眉显刚毅，为人有原则和底线，眉聚不散，贵人缘佳。眼带桃花，卧蚕丰盈，异性缘不错，加上五官端正秀丽，自带主角光环，贵人容易围绕在身边。加上颧骨饱满厚重，周围人助力多，鼻肉而直，鼻权的配，
中年有夫运，也有财运，只是鼻头破，有些面子薄，易仗义疏财，口似含糖，奴仆饱满，和晚辈缘分深，下八兜，晚年能享子孙福。第5个，手相有双生命线，生命力强，精力充沛。后面那条生命线起到弥补的作用，相对来讲也更清晰深刻，说明后运不错。从事业线也看出，事业线后期才深刻，和3大主线组合成了 N 字纹，是典型的先苦后甜的命局。小指下方水星丘饱满，伴有钱财纹，似乎偏财不错，牌桌手气不错，但偏财不长久，不可沉迷。生命线初期见上升线，也叫希望纹，说明天资聪颖，加上脑线直长，聪明专注，务实进取，深耕自己擅长领域，能有些成绩。问题还是出现在感情，感情线见大岛纹，是泛情伤的符号，感情要到35岁往后才能稳定。第6个，处于青春期的女孩，少女初成长，青春有活力，但又不谙世事，眼神空洞迷茫，也反映当下的运势，为学业烦恼。额头的青春痘也说明内心的烦恼较多，个人的自信还未完全建立，心智还未成熟。不过额头高广，聪明，学业不错，父母期望较高，无形中给自己压力。耳高齐眉，聪明伶俐，不过眉稍显粗散紧贴目，个性多思敏感，偏内向，自尊心也强，易精神内耗，注意及时调整和释放压力。额侧一马弓饱满，出行运势不错，将来有出国发展的机会。鼻梁稍窄，中年有些起伏，鼻头尖鼻翼有收，略显精明和谨慎，婚后适合掌管家财。人中深见沟，子似丰隆，唇厚外翻，沟通能力不强，但是口福好。下巴稍短，晚年易为子女忙碌。第6个，鼻长而尖，鼻孤耸，5月未成朝拱之事，稍显精明，少贵人，人缘一般。发际线不齐整，早运一般，人是聪明人，但难得祖荫庇护，人生起点不高。印堂见质干扰，爱纠结眼前得失，格局不够开阔。眉粗眉头带剑，个性稍显急躁，有眉压眼之势，遇事爱多想，心态不稳。眼白多眼神散，目的性强，神散睫毛翘，易被烂桃花侵扰，有时候急于求成，反被小人扰。山根窄，定力不强，颧骨平塌，贵人难在身边。好在鼻梁起，中年能起运，但中年运势起伏大，鼻头尖鼻翼紧收，能管家财。唇稍歪，易犯口舌是非，下巴稍短，晚年易操劳忙碌。好了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一个人要发财的预兆，有这6种表现，预示着你将发大财。人不管是在好运到来还是厄运到来前，都会有一些预兆出现。特别的第6感比较强的人，身体会出现一些征兆。那么一个人要发财的预兆有哪些呢？相信很多人都想知道吧，毕竟没有人是不想发财的。那么发财之前，人的身体会出现什么事情呢？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1. 左耳朵内很痒。据风水财富学上所称，人要发财的第1征兆就是左耳朵深处会很痒。女人的话就是右耳朵深处痒，一定要是深处，表面痒不算。这很有可能预示着你在短期之内会有好运，甚至会发财。特别是在早上醒来之后，发现有这一表现，你可以赶紧去买张彩票，说不定就中大奖了，你就发财了。左耳朵内很痒也是就所说的一个人要发财的预兆之一。2. 印堂发亮。如果你的印堂和之前相对比有很大差别，
并且很亮，面色也非常红润，据说也是预示着你的好运要来了，财运也会随之而来。不过这种说法都是属于民间风水面相上的说法，准不准，其实任何人心中也并不清楚。但这确实也算是一种好的现象，也能使自己心里更加高兴。三分满面红光，这个特征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。如果说一个人一出生的时候脸颊就呈现出红润的颜色，那么估计这个人的财运几乎是没有瑕疵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说的是后天形成的，就好比忽然某一天你的脸蛋变得非常红润，那么就代表财运马上就要出现在你的身边了。所以说当这个时候，你一定要抓紧这些财富，尽量的去对未来做一些准备，然后好大干一场。通常在这个时候，好运都是围绕在你的周围的，只要是你想要行动，那么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有些人出现这种征兆的时候，就会大幅度的投资，因为通常都会得到比较好的回报。不过如果仅仅是脸蛋红润，而周围没有血色的话，那么肯定财运是无法聚集在你的身边了，而且还很有可能出现不好的事情发生。4. 腰部很痒。在面相学中，人们很少提到腰部，但如果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总是感觉到腰部有些瘙痒，但是真正抓的时候却感觉不到，很有可能是财富悄悄找上门来了。尤其是那些之前一直不顺利的人，会突然天降横财，这也是人们总是用腰缠万贯来形容有钱人的原因。5. 眉毛痒。在面相学当中，眉毛主财运，一个人的眉毛如果生得又浓又亮，形状漂亮，没有杂毛，那么就意味着财运不错。如果在短时间内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眉毛瘙痒，尤其是眉毛的中间地带，那么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，最近是否有正财方面的提升了。眉毛属于正财，若是发痒，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升官晋级，未来前途一片大好。6. 财运线增多。手心的财运线是人们观测未来财运的标准，很多人都认为手相是不会变化的，其实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手心的纹路会随着发生改变。若是发现手心里的财运线突然增多变粗，那么往往就意味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将会发大财。尤其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，财运线增多的同时，也代表着门路变广，近期会结交到不少贵人，给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。7. 手心痒。当你出现手心痒的时候，就一定要多多留意了，因为这个时候往往就是财富来到你身边的时候。手心痒代表着缺少财富，通常运气就会在这时出现。这种痒痒的感觉并非是一直痒，而是能够让人忍受的痒，通常表现为一下下，或者是忽然一下。如果长时间痒的话，那么很显然跟财运到来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手心痒也是分男女的，如果是男人的话，通常都是左手；如果是女人的话，那么基本都是右手。当出现这种状况以后，就应该好好准备一下今后的计划，尽量做一票大的，千万不要去执着一些小买卖，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浪费掉如今具备的财气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出现这样的状况时，总会想要做一些大的生意，譬如创业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。以上几个症状，只要有其中一个，大家就可以留意接下来的发展。也许有人觉得没有科学依据，但是玄学就是一种感受，有的时候能给人们的心理上带来暗示也是好的。接下来我再给大家讲讲梦见什么也会有好运，一起来看看吧。1. 梦见数字。梦见数字必有玄机。若是梦中的数字的展现方式不是在阴晦之地，不是以工资条之类的模式展现，那么多数能提升财运。
做梦者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去买注彩票，虽然不一定获得头奖，但小横财的概率其实极高。2. 梦见自己身上有血，梦中的血多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，因而梦见自己身上有血，很可能是在暗喻着梦者当前的财运非常不错，或许梦者将能够在近期赚取到丰厚的财富收入，甚至是因此而过上富足的幸福生活。3. 梦见大火，山里起火，发财的前兆。梦见火灾是发财的前兆。梦见大火熊熊，解梦学上则认为是吉兆，预示着梦者近期的财运比较旺盛，或许梦者在近期将能够赚取到一大笔丰厚的财富。4. 梦见有人有温顺动物进家门，如果梦见有人有温顺动物进家门，也是发横财的预兆。比如说麋鹿、羊、猪等都是属于温顺吉祥的动物，也代表能够控制的财富。若有此梦，多数预示做梦者重新获得希望，或者遇到贵人，给做梦者带来很好的旺财机会。5. 梦见与财相关的神兽、神仙，如果梦境里遇到神兽，比如貔貅、金蝉、龙龟、关公等，若是自己很主动去面对，而不是害怕、逃跑或者唾弃的话，那么就代表做梦者最近的财运极好，横财到来。梦见神仙也是同理。6. 梦见金鱼在水里游，梦见金鱼在水中游，寓意着你最近的运势各方面都会获得比较大的提升，在自己的工作中，事业运是会非常的高涨，做事都会得心应手，并且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在财运方面，你的财运也是非常高的，很可能会获得一笔意外之财，可以多多把握。7. 梦见靠杀戮得到猎物，不可否认，心狠的人易得偏财，但人梦见这些场景的时候，意味血财要得到，血财基本属于偏财，因为提供的人基本都属于弱者，属于底层或不走运的人。做这些事的人要自己创业，基本都能成功。8. 梦见捡到财宝，梦见捡到财宝的梦境，往往预示着能发横财。若是梦中某人指引到达某地挖土掘得宝藏，而且获得的财宝是古钱币或银元或金条等等，那么这样的梦境很可能预示着做梦者会发一笔横财。9. 梦见许久不见的人，都说梦是现实的映射，当生活中许久没有见的人出现在梦里的话，此梦非喜即财，此人无论是否还在世，都象征着带财来拜访。梦到这种情景的人，近期能遇见核心贵人，同心协力可赚大财，要么就是事业场上的赏识，有前所未有的大运临头，梦见的这个人没准就是财神的化身。10. 梦见蘑菇，估计梦到这个的人是很少的，因为蘑菇很少会出现在梦境中，不过也是值得一提的。梦见采蘑菇、捡蘑菇，尤其是白白嫩嫩的蘑菇，一片接着一片的，这也是财运上门的预示，而且是属于很轻松的财，举手可得的。若是梦到过以上几种梦境，再加上近期身体状态良好，精气神很不错，那么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全力去打拼努力，相信最后一定会有所收获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